群小鸟面对新来的外人，选择一起排挤，但最终结果却是自食其果。整个短片极具讽刺意味，相信看完每个人都会有所感悟的。这天风和日丽，万里晴空，一只蓝色的小鸟停在了电线上，刚想歇歇脚，身边又飞来一只小蓝鸟，还打起了哈欠，扑棱了一下羽毛，瞬间换来第一只小鸟的白眼。这么大的地儿，偏要和我挤一块儿，立马变身愤怒的小鸟，接着还用鸟语骂了2句。这时旁边又飞来第3只小鸟，第4只。慢慢的，电线上黑压压的全是小鸟，它们叽叽喳喳的吵了起来，就像村口你认识的某某某。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的争吵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远处的大蓝鸟。小鸟们都瞪大眼睛看向了对面，这个大鸟胖胖的，看起来笨笨的，长得嘛还有点丑，但是非常热情。可小鸟们看它是个异类，都没做回应。接着一只小鸟还学着大鸟的样子搞起了怪，还学着大鸟的声音，引得小鸟们都哈哈大笑，似乎忘了刚才还互相吵得不可开交，现在却集体嘲笑起大鸟来。大鸟却还想和大家做朋友，可小鸟们都不屑地跑到了一边。瞧它长那个熊样，还想和我们玩，真是好笑。这时大鸟一下没站稳，差点摔了下去。它以为小鸟们在欢迎自己，然后就飞到了小鸟们的中间位置。由于体重超标，大鸟瞬间沉了下去，鸟儿都不受控制地往中间挤。这时小鸟们意见可大了，他们像商量好了一样，开始骂骂咧咧这个不速之客。由于语言不同，大鸟还以为他们在唱歌欢迎自己，然后也开始哼唱起来。这时离它最近的小鸟玩起了音的，趁它不注意，对着它的肚子哭哧就是一口。大鸟疼的身子一下掉了下去，只剩2只爪子奋力地抓着电线。这还不算完，这只小鸟见状就啄起了爪子，大鸟1根指头松开了电线，小鸟瞬间撞在了一起。它们此时递眼色，感觉阴谋得逞了，然后2鸟开始狠狠地啄起了大鸟的爪子，它们想赶走这个异类。一旁的小鸟更是看得起劲儿，仿佛在说着使劲叨，使劲叨。这时大鸟却以为他们在给自己喊加油，于是也喊了起来。然后大鸟只剩1个脚趾头勾住电线了。接着一个小鸟发现了不对劲，电线快被压在了地上，这架势像一个弹弓，如果大鸟掉下去，它们都得被弹个10万8千里。这时小鸟们都纷纷劝起了2只小鸟，接着2只小鸟就停下来观察大鸟。下一秒，大鸟虽然摔了个狗吃翔，但是一个原地跳，起身后还表演了一个劈叉。这时他看着天空下起了羽毛雨，接着还下了一只裸奔的小鸟。原来小鸟是被反弹到空中的，由于巨大的力量把羽毛给弹没了。看着赤裸裸的小鸟，大鸟差点笑不活了。小鸟急忙用羽毛遮住了羞羞，大鸟这时递给小鸟一片叶子遮挡隐私。下一秒，天空却掉下来一堆这样的小鸟，看着它们一脸懵逼的样子，大鸟又笑出了猪叫声。这时赤裸的小鸟纷纷藏在了大鸟身后，以此来遮羞。这是皮克斯的经典动画短片，是一部寓意很深的动画。这部动画想要传递的价值，无疑也是被很多人都能接受的。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但却塑造了生活中的真实现象。人类生来总会有嫉妒之心，因为别人优秀闪闪发光，所以很多时候优秀的人想要加入集体，却会得到排斥，但同时孤立了这些优秀的人，其实最后往往反噬的是自己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探讨。